今天的故事呢，我们从一个人开始，他叫 Tom。Tom 是一个技术派，刚刚进入一个和比特币相关的开发团队，年轻、聪明、自信。他认真读过中本聪的白皮书，也读过以太坊的白皮书。他相信一句话 ：Code is law， 代码即法律。在 Tom 的眼里边，比特币几乎完美，以太坊呢，让世界有了无限的可能性。Web3 是一场注定会成功的技术革命。Tom 还有一个朋友叫做杰瑞，杰瑞不太关心代码，但很早他就买了加密货币，赚了不少钱。在 Tom 的心里边，其实他有点看不起杰瑞，因为在他看来，杰瑞更像是一个站在风口上的投机者，而不是真正理解这场革命的人。直到有一天 Tom 去参加一场技术会议，台上演讲的人呢，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名字 Vitalik Buterin， 以太坊的创始人，19岁写出白皮书的天才，加密世界公认的技术大神。 Tom 听得非常认真。 Vitalik 在讲智能合约的未来，讲去中心化的愿景，内容呢也很精彩。但对 Tom 来说，这个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毕竟这个就是 Vitalik。 可就在这个时候， Tom 发现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像是圈子里边的老人，听了一会儿点了点头，然后竟然起身离开了会场。 Tom 有点不服，休息的时候呢，他找到了那个人，用一连串的技术术语去拷问那个人，哈希算法、默克尔数、拜占庭容错。他想跟他讨论，甚至想证明你可能没有听懂。结果呢，那个人只是看了他一眼，没有争辩，什么也没说，转身继续去寻找免费的食物。下午的会议继续，台上换了一个演讲者。 Tom 一抬头，竟然就是上午坐在他旁边提前离场的那个人。台下人也不多，掌声呢也是稀稀拉拉的。这个人的名字 Tom 好像听说过，但一时想不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的看向门口。走进来的人是Vitalik，他没有上台，也没有讲话，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台上的那个人，但神情突然改变了。那不是礼貌，也不是社交，而是一种工程师遇见思想源头时候的敬意。 Tom 在那一刻突然意识到，台上的这个人不简单，非常的不简单。这个人叫做 Nick 萨博，而 Tom 即将发现他自己以为的加密世界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 Tom 的困惑其实代表了很多人的困惑。现在的加密世界和比特币刚刚诞生的那个年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现在人人都想成为网红，那个年代的人更像是在做无名的英雄。现在大家讨论的是财富的密码，那个年代讨论的是自由的密码。现在的项目方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我是谁，但那个年代最伟大的发明者却选择了永远消失。我们不妨做一个残忍的对照，今天很多的 Tom 们钻研哈希算法，谈 TPS， 但却可能从来没有认真的问过自己，我们为什么需要去中心化。今天很多的杰瑞们盯着 K 线寻找百倍币，但可能从来也不关心代码即法律到底是在捍卫什么。我们现在聊加密，很多的时候聊着聊着就变成了怎么赚钱，可最早那群人关心的其实不是钱，他们关心的是自由和边界。那个萨博就是最早那一代人里边最沉默也最坚持的那一个。他在比特币诞生的10年前就写出了数字黄金的方案雏形，他也长期被很多人怀疑可能就是中本聪本尊。更重要的是，他几乎把自己从公众的世界里边给删除掉了，只留下思想。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试着回答3个问题。 Nick 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选择消失？他的消失又意味着什么？要理解那个萨博，得先理解一个运动 Cypherpunks。 时间回到1990年代，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看上去赢了。但就在这个胜利的时候，美国国内呢却出现了另外一群人，开始对政府产生出一种更深层次的警惕。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看到了技术的力量，尤其是加密的技术。那几年在美国发生过一场很有名的争议，后来呢被称为加密战争 （Crypto Wars）。政府担心加密会让执法失灵，民间担心监管会把隐私彻底的给掐死。你可以想象一下，1993年互联网刚刚起飞，政府呢已经开始讨论数字监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也是后来最臭名昭著的 Clipper Chip， 他打着反恐、打击犯罪、方便执法的名义，想在通信加密设备里边预留一个官方能打开的后门。它背后的逻辑只有一句话：你可以选择加密，但得把钥匙交还给我。于是呢，这群人意识到，技术可能让个人更自由，也可能让政府的权力更大。他们里边有数学家、密码学家、程序员，也有自由主义者。他们组织起来，用一个邮件列表来交流，这个就是著名的 Cypherpunks 的邮件列表。Cypher 是密码， Punk 是朋克，翻译过来就是用密码学当武器的数字时代反叛者。他们最核心的信念可以概括成一句话：用代码创造隐私，用密码学保护自由。而那个萨博就是这个思想圈子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位写作者与理论的构建者。关于他的个人生活，公开信息极少，但他长期关注一个交叉领域：法律、货币与密码学。更关键的是，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怎么加密邮件、怎么保护隐私的时候，萨博已经把视线转移到了另外一条更危险也更根本的战线——货币。因为在他看来，真正决定你自由边界的，往往不是你能不能发一封加密邮件，而是你手里的钱到底是谁说了算。不要忘了一个大背景：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脱离金本位，从那儿以后，全世界的货币都进入了一个纯信用货币的时代，不是因为它天然值钱，而是因为政府说它值钱。到了1990年代，现实呢又连续上演了一遍又一遍的信用崩塌的现场：南美洲的恶性通胀，前苏联地区的货币崩溃，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萨博看着这一切，开始形成一个非常冷酷的判断：政府的信用根本就靠不住。如果我们不能信任政府，那我们还能够信任谁？这个问题呢，恰好影射了今天的现实。我们嘴上说着去中心化，但转头就去相信项目方，相信喊单的 KOL， 相信大的交易所。可萨博想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他不是要找到更值得信任的人，而是要设计一套系统，让你根本就不需要相信任何人。他在思考的是如何用数学和机制彻底解决人类信任这个千年的难题。而这种初衷与现实的巨大偏差，可能就是我们理解萨博这一代人的第一道门槛。1995年，那个萨博开始了当时听起来有点疯狂的项目，他要创造一种东西——数字黄金。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黄金之所以值钱，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物理的，稀缺不可复制。可数字世界呢，复制几乎是零成本的，你发一张图片，它就瞬间变成1万份。但萨博想，如果我们能够用数学来创造稀缺性呢？他研究了黄金的历史，为什么黄金能当了几千年的货币呢？不是因为它有多漂亮，也不是因为它有多有用，而是因为它具备了3件非常硬的特性。第一，稀缺性，黄金总量有限，谁都没有办法随便的印出更多。第二，可验证性，你拿到一块黄金，可以通过重量、颜色、密度来验证它的真伪。第三，去中心化，黄金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政府、任何机构，你不需要批准也能够持有。但黄金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在数字的时代，它太物理了，你没有办法用互联网把黄金发给另外一个人，你也没有办法把它切割的无限小，做到精确的支付。你不可能在黄金上编程，让它自动的执行某些规则。所以萨博开始思考，能不能创造一种数字黄金，既有黄金的所有优点，稀缺、可验证、去中心化，又能够像信息一样在数字的世界里边自由的流转。1998年的12月，他在博客上发布了一个设计方案 BitGold。 如果你仔细研读这个方案，你会有一种很直观的感觉，
比特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更像是把一张早就画好的蓝图真正的做成了现实。因为在 BitGold 里边已经出现了比特币最关键的3块骨架。第一，工作量证明。萨博的意思是，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机解决一些困难但可验证的数学问题，来创造数字的稀缺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花费大量的计算资源，就像开采黄金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样。但一旦解决了，其他人可以很容易的验证这个解答是正确的。这个就是比特币的工作量证明机制。第二，链式结构。每一个新产生的 BitGold 都要包含前一个的指纹信息，一环扣一环，形成一个不可篡改的链条。这个就是后来区块链的那种历史不可随意改写的核心理念。第三，去中心化验证。萨博明确强调，不能依赖某个中心机构来当裁判，验证应该由网络中多个参与者共同完成，也就是分布式共识这个方向。到了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1998年就已经这么像比特币了，那萨博为什么没有把它当时直接给做出来呢？关键不在于想法不够，而在于落地还差那么一块。BitGold 像是画出了发动机，但还没有解决车轮怎么抓地这个问题。数字货币最难的不是稀缺性，而是在没有裁判的情况下，怎么防止同一笔钱被花2次，也就是双花问题。当时的网络条件、共识机制、工程现实还不够成熟，所以 BitGold 更像是一张蓝图。但萨博没有停止，他继续写，继续推演，继续在加密货币的圈子里边传播这种思想。然后呢，10年以后，一个署名叫做中本聪的人发布了比特币白皮书，把这张蓝图变成了现实。2008年的8月，金融危机正在席卷全球，雷曼兄弟即将倒闭， AIG 需要政府的救助，整个银行体系像是会随时的断电。就在这种气氛里边，内克萨博在自己的博客里边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一直在想要不要重新把 BitGold 捡起来。他当时的原话是 I would love to revisit my old BitGold idea。 注意时间，2008年的8月。这句话放在今天回头看，会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的。因为2个月以后，2008年的10月31号，一个几乎没有人听过的名字发布了一份只有9页的白皮书，比特币，一份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署名 Satoshi Nakamoto。 2019年的1月3号，比特币网络正式启动，创世纪区块诞生。从时间线上去看，一切像是一个接力，像是有人把一张沉睡多年的蓝图突然按下了启动键。但真正让人觉得诡异的是，萨博在比特币出现前后的一种变化。在那之前呢，萨博经常写货币、写制度、写数字黄金，但比特币上线的前后，他公开讨论数字货币的频率明显的变少了，写作的重心开始转向别的领域。最关键的是，当比特币开始引起关注，媒体开始全网寻找中本聪，各种候选人被拉出来对号入座的时候，萨博的态度非常一致，沉默。他不解释，不澄清，不否认，也不确认，仿佛这一切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很多年里边，密码学圈子里边有人做过文本分析，研究者也提出过各种的线索，怀疑的目光一次次的落在他的身上，但萨博几乎永远不回应。我这里先强调一下，沉默不是证据，它不能证明任何的结论，但沉默确实是一种信号，至少他不想成为那个被追问的人，不想成为那个被围攻的人，更不想成为那个被迫代表比特币发言的人。而从2009年之后呢，还有一件事更耐人寻味。如果你去查内克萨博的人生，你会发现一件近乎空白的存在感，没有私生活曝光，没有生活照片，没有八卦，几乎没有可被追踪的日常。他像是把自己从公众的世界里边彻底的给抹掉了，只留下文章、观点、思想。你当然可以把这理解为谨慎，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更深的自我保护，但无论如何，这种消失本身就很中本聪。
要理解那个萨博为什么选择消失，得先把一个误会拆解掉。去中心化不只是技术架构，它更像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甚至是一种自我的约束。很多人以为去中心化就等于没有银行、没有中介、没有第三方，但更深的一层是没有任何人，包括创作者，能成为系统的中心。你想想比特币的结构，没有 CEO， 没有董事会，没有总部，甚至连创始人都像不存在一样。这不是浪漫，这是工程上的必然。因为一旦你承认某个中心存在，系统就会出现一个最致命的东西：单点故障。政府可以找到它，媒体可以围攻它，利益集团可以收买它，也可以威胁它。所以比特币最聪明的一点，可能并不是某个算法的细节，而是它从一开始就拒绝拥有一张可以谈判的脸。这就像你设计了一套永远不需要国王的宪法，那你最不该做的事儿就是让自己成为国王。因为只要你坐上王座，哪怕你的本意是好的，世界也会逼你扮演中心的角色。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很具体、很现实的场景，假设比特币的创始人是公开的、可被识别的，会发生什么呢？每当价格暴涨，媒体就会追问你怎么看，你是不是该出来表个态？每当价格暴跌，舆论呢又会反过来骂，都是你害的，你要负责。当政府要监管，他不会去跟一套数学规则去谈判，他会去找一个人来出席听证会，解释一下，配合一下。当社区出现分歧，所有人都会停止讨论规则，转而讨论一个更糟糕的问题：老大到底现在支持哪一派？到那一步，比特币还是去中心化的吗？不是，它会变成某个人的币，而某个人的币就一定会被找到中心，施加压力，最后被收编。这恰恰是密码朋克一代最警惕的结局。所以你会发现，在这种世界里边，匿名不是躲藏，它更像是一种系统级的保护，甚至是一种责任。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真正的去中心化必须包括一个残酷的前提：中心必须主动的消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萨博这样的人会对成为名人本能的排斥，因为在他看来，一个被全世界讨论的人本身就是系统的漏洞。你越有名，系统越危险；你越被追随，系统就越像宗教。而这件事儿放到今天的加密世界，就显得格外讽刺。我们一边喊着去中心化，一边把创始人做成偶像，把头像做成 NFT， 把 CEO 变成流量。我们建造了去中心化的账本，却又在账本的外面围绕着新的中心一块来起舞。萨博士的隐身提醒我们一件事儿：你究竟相信的是一个人、一个团队，还是那套冷冰冰但足够公开公正的规则？比特币之所以能在国家竞争、监管压力、舆论风暴里边活下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没有人能够代表他发言，没有人能够替他做决定，也没人能为了妥协去改变它的规则。它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人。这个就是消失的价值，也是密码朋克一代最硬的一种理想主义。去中心化必须从自己开始。而当你把这点想明白，你就会突然理解为什么当萨博被怀疑、被追问、被拉进聚光灯的时候，却依然选择沉默。因为对他来说，沉默不是缺席，沉默是一种设计。今天我们在用比特币的时候，很多人只看到了它的价格、它的行情，但很少有人会想到它背后其实有一条很清晰的精神传承。从90年代的密码朋克，到萨博的 BitGo 的思想实验，再到中本聪把它真正的做出来，这是一条线。这条线呢，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权力想控制一切的时候，个人还能留下什么？这条线索里边有3句话，几乎可以当做密码朋克底层原则。第一，技术确实能让世界更加自由，但前提是技术本身不能够先被收编。第二，权力确实可以被分散，但推动分散的人得愿意放下权力。第三，去中心化确实可以实现，但前提是中心得主动的消失。那个萨博的故事就是这3句话的现实版本，他完全有资格成为比特币世界里边的精神教父，他也完全可以站到台前
享受名望、权力，甚至财富。但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让教父消失，让思想留下。这不只是一个人的选择，它更像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气质。相信制度比个人更可靠，思想比名声更重要。相信去中心化必须从自己开始。而我们现在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相反的时代。我们嘴上说去中心化，却又很容易陷入信仰领袖的狂欢。我们说社区治理，就热衷制造个人品牌的神话。所以重温萨博的故事，就像是在问我们自己，在通往自由的路上，我们是不是发明了工具，却慢慢忘了出发时候要去的目的地。我在前2期的节目里边讲过，国家对付硬通货的方式永远是一样的，找到中心，然后施压。所以比特币最聪明的一步，可能不是技术，而是它没有中心。让我们回到 Tom 的故事。当 Tom 走出那个会议室的时候，他终于明白 Vitalik 为什么会对那个萨博表现出那种敬意，不是因为他的名气，也不是因为财富，而是因为一种选择。在一个喧嚣的时代，他选择了沉默；在一个追名逐利的时代，他选择了隐身；在一个技术越来越商业化的时代，他坚持把它当成一种自由的工程。今天的这期我们讲的是萨博的第一重身份，比特币的隐身教父。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下一期呢，我们会讲萨博的第2重身份，智能合约之父。你会发现他对代码与法律的理解，远比我们今天在币圈里边听到过的版本更加深刻，更加冷静。第3期我们会讲他的最核心的一种身份，一个试图用制度工程重新定义信任到底该放在哪里的人。在进入萨博更复杂的思想世界之前，我想请你做一个很简单的小反思。你最开始关注比特币是因为什么？是对技术的好奇，是对财富的渴望，还是你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人类也许真的需要一种东西，让我们在关键的时刻不必把命运交给任何人？理解萨博某种程度上就是把这种选择重新看清楚。这里是加密星球，感谢你看到最后。最后的一句话，去中心化必须从自己开始。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边，真正改变历史的往往不是最会说的人，而是那些选择把自己藏起来，把规则留下来的人。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加密故事会，请点赞、订阅、转发，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